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是我最近经手的一个特别走心的案例，也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两岸婚恋文化差异的一个真实故事。不管你是单身狗，还是已经脱单的小情侣，或许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。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叫小婉，是成都本地人，今年刚好30岁，在成都某3甲医院当护士。第一次见到小婉，我就被她的气质惊艳到了。1.65米的个子，身材保持得特别好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一看就是那种很有涵养的姑娘。而且做护士的女孩子都比较细心体贴，很多男生都愿意找这样的对象。但相亲这么多次，小婉还是单身，我很纳闷。她告诉我，丽姐，我不是挑剔，只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考虑周全。原来小婉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，她父母在她8岁那年就离婚了，父亲在婚后就再也没有管过他们母女3人。小婉和小她2岁的妹妹完全是妈妈一手带大的，为了养育2姐妹，她妈妈付出了太多，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。我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俩，拒绝了很多再婚的机会。以前家里条件不好，她一个人打3份工，就是为了让我和妹妹能吃好穿好。现在妈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如从前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小婉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我能理解小婉的心情，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，百善孝为先，尤其是像小婉这样从小就被妈妈独自抚养长大的孩子，更懂得感恩。她告诉我，她的婚姻标准很简单，一是对方要接受她和妈妈、妹妹的关系，二是将来结婚后最好能一起住，这样她才能更好地照顾妈妈。丽姐，我不是嫌贫爱富的女孩，我只是希望找一个真心待我，也能理解我家庭情况的人。小婉说，我能感受到她话语间的真诚。恰好那段时间，我接触到一个台湾来的男生，叫阿德，是做半导体行业的工程师，在成都一家台企工作。今年33岁，身高178，长相帅气，谈吐也很有涵养。最主要的是，阿德的性格超级温和，是那种传统的台湾暖男，很有耐心，说话声音都很轻柔。我第一眼就觉得阿德和小婉很配，就赶紧安排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两人第一次约会是在太古里的一家咖啡厅，小婉穿了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，阿德则是一身休闲西装，两人站在一起真的很养眼，简直像是偶像剧里走出来的男女主角。聊天过程中，阿德谈到自己在台湾的成长经历，也讲了不少台湾的风土人情。小婉听得特别入迷，因为她从来没去过台湾，只在电视上看过。台湾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，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很有钱，我们也要正常工作赚钱养家。阿德说，但台湾确实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，空气好，节奏慢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单纯。小婉也向阿德介绍了成都的生活，两个人聊得特别投机。第一次见面就聊了3个多小时，完全没注意时间流逝。这次见面后，阿德主动联系我，说很喜欢小婉，希望能继续发展。小婉也给我发信息，说阿德很符合她的择偶标准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性格温和，最重要的是特别尊重她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正式的交往。阿德经常下班后约小婉吃饭，周末带她去成都周边玩。虽然阿德是台湾人，但他特别喜欢四川的文化和美食，对成都的生活也很适应。交往1个月后，阿德决定带小婉去见他在成都的朋友们，都是一些来自台湾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。小婉本来有点紧张，担心自己融不进那个圈子，但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阿德的朋友们都很热情友善，没有一点距离感。台湾人真的很有礼貌，而且特别会关心人。回来后，小婉告诉我，他们都问我喜欢吃什么，有没有不吃的东西，还特意点了很多四川菜，怕我吃不惯台式料理。我能看出小婉对阿德的感情越来越深了，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交往3个月后，阿德主动提出想见小婉的妈妈，小婉很开心，但同时也有些忐忑。他担心妈妈会因为阿德是台湾人而反对这段关系，毕竟在很多中国父母眼中，女儿嫁到远方意味着以后见面的机会会变少。见面那天，阿德特意买了礼物，还学了几句四川话打招呼，
把小婉妈妈逗得合不拢嘴。席间，小婉妈妈问了阿德很多问题，在台湾有什么家人？在成都打算待多久？将来有什么规划？阿德都一一回答了，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来了。小婉妈妈直接问，如果你们将来结婚，你会接受和我一起住吗？阿德听了这个问题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很认真地说，阿姨，在台湾其实很少有和长辈一起住的情况，我们那边的年轻人大多是结婚后自己单独居住，但我理解您的想法，如果小婉希望照顾您，我完全能理解并尊重。这个回答既坦诚又得体，但小婉妈妈明显有些失落。饭后，妈妈私下对小婉说，他人是挺好的，但他是台湾人啊，你们以后是要回台湾生活吗？我年纪大了，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。小婉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，我决定找阿德单独聊聊。阿德，你了解大陆的婚恋文化吗？特别是关于和父母同住这件事。阿德叹了口气，丽姐，我知道在大陆，很多家庭都是多代同堂的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更倾向于小家庭独立生活，父母通常住在附近，但不会住在一起。我想和小婉在一起，但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有些犹豫。我向阿德解释了在大陆，特别是像小婉这样的家庭背景，女儿通常会有很强的责任感来照顾父母，尤其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对唯一的父母往往有更深的依附感。我完全理解小婉对妈妈的感情，阿德说，但我也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空间。在台湾，就算不住在一起，我们也会经常去看父母，或者请他们来家里吃饭。我担心如果长期住在一起，会不会影响我和小婉的关系？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。我能理解台湾与大陆在家庭观念上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更现代化，年轻人普遍追求独立的生活空间，而大陆，特别是在四川这样的地方，家庭纽带更加紧密，多代同堂的传统观念仍然很强烈。阿德和小婉的矛盾其实是两种不同家庭文化的碰撞。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小婉，她温柔、体贴、懂事，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。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，将来会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？阿德眼中充满了纠结。我告诉阿德，感情中最重要的是沟通和理解。你们需要坦诚地讨论这个问题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毕竟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还涉及到两个家庭的融合。阿德点点头，我会和小婉好好谈谈。其实我想告诉她，我很尊重她妈妈，也很感谢她妈妈把小婉养育成这么优秀的人。我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而失去她。接着，阿德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。他开始认真研究成都的房价，想在小婉妈妈家附近买一套房子。我想在小区里买2套房，一套给阿姨住，一套我们住，这样既能让阿姨有自己的空间，我们也能随时照顾到她。阿德跟我说出他的想法时，我真的被他的用心打动了。要知道，在台湾买房可没有大陆这么大的压力。台湾年轻人普遍是租房居住，即使买房也很少一次买2套。阿德愿意在成都投入这么大的资金，足以证明他对小婉的真心。我把阿德的想法告诉小婉时，他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他真的这么说吗？丽姐，我以为台湾男生都很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没想到阿德这么为我们着想。小婉把这个提议告诉妈妈时，妈妈也很感动。她说，这个女婿太懂事了，比很多本地人都周到。他不嫌弃我们母女，还这么照顾我们的感受。就在大家以为事情要这样完美解决的时候，阿德却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他在台湾的妈妈得知儿子要在成都买2套房时，坚决反对。你疯了吗？那么多钱投在大陆干嘛？万一以后要回台湾怎么办？电话那头传来阿德妈妈焦急的声音。我听说大陆女孩子都很会算计，你可不能被骗了。这下轮到阿德难做了。在台湾，儿子结婚后很少会和女方父母住得太近，更别说专门买房照顾丈母娘了。而且台湾人对大陆还存在一些刻板印象，担心大陆女孩子太现实。我能理解阿德妈妈的担心，毕竟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还是造成了很多认知差异。在台湾人眼中，大陆确实还存在一些偏见，比如认为大陆女孩子比较势利、爱慕虚荣，但这完全是误解。我决定让阿德带着他妈妈来成都看看，
只有真正了解了，才能消除偏见。阿德妈妈来成都的第一天，我就特意安排她和小婉妈妈见面。两位妈妈都是过来人，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。小婉妈妈朴实的性格，让阿德妈妈的戒心逐渐放下。我们家小婉从小就懂事，从来不乱花钱，她爸爸不管我们，她上大学都是靠自己打工赚学费。小婉妈妈说着说着就哭了，我就怕她嫁得太远，我老了生病了都找不到人照顾。听到这里，阿德妈妈明显动容了，她拍着小婉妈妈的手说，你放心，阿德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他既然选择了小婉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女的。在成都待了1周后，阿德妈妈对这座城市、对小婉一家的印象完全改变了。她亲眼看到小婉工作时的认真负责，生活中的温柔体贴，完全打破了她对大陆女孩的刻板印象。最后，阿德妈妈对我说，丽姐，我现在总算明白阿德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小婉了，她确实是个好女孩。我们台湾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自我，像小婉这样懂得照顾家人的女孩真的不多了。得到长辈们的祝福后，阿德和小婉的感情发展得更顺利了。阿德遵照承诺，在小婉妈妈家附近买了2套房子，但小婉妈妈后来说什么都不愿意搬去新房子住。你们小两口要有自己的空间，我住在老房子就挺好的，你们要经常来看我就行。小婉妈妈说。就这样，他们达成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。小婉妈妈继续住在自己熟悉的老房子里，而阿德和小婉住在附近的新房子里，每天下班都会去看看妈妈，周末一起吃饭。去年年底，阿德和小婉举办了婚礼，婚礼上两家人其乐融融，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文化差异。阿德还特意用四川话说了一段感人的婚礼誓词，把所有人都逗笑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真的可以跨越地域、文化的鸿沟。重要的不是你来自哪里，而是你愿意付出多少真心。在很多人眼中，台湾和大陆的婚恋文化差异很大，但只要有足够的理解和包容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现在的阿德和小婉在成都过着幸福的小日子，他们经常带着两家的父母一起出游，感情比很多本地家庭还要融洽。这不就是爱情速溶剂的魔力吗？这个故事也让我明白，在做红娘这一行，不能用刻板印象去判断一个人，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，都应该用平等、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对方。真诚的感情总能找到相处之道。说到这里，不少人可能会问，阿德和小婉的故事这么顺利，是不是太理想化了？其实不然，他们在相处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考验。记得他们结婚半年后，阿德的公司突然要派他回台湾总部工作3个月，这个消息对小婉来说无疑是个打击。她担心阿德回台湾后会不会不想回来了，毕竟台湾的生活环境确实比成都要悠闲舒适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小婉找到我倾诉，我不想阻碍她的事业发展，但我又怕她在台湾待久了会改变想法，而且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更不放心离开她。我告诉小婉，与其整天胡思乱想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和阿德去台湾看看。你不是一直没去过吗？正好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环境，认识他在台湾的亲朋好友。小婉采纳了我的建议，和医院请了半个月假，陪阿德一起去了台湾。这次台湾之行，让小婉对阿德的选择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丽姐，台湾真的很美，人也很热情，但是我能感觉到阿德在那边的生活圈子已经完全变了。他的朋友们都过着很轻松的生活，周末约着去海边冲浪、爬山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在成都的生活是不是太过世俗了？我笑着告诉他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不存在谁对谁错。阿德选择留在成都，不是因为这里比台湾好，而是因为这里有你。果然，3个月后，阿德按时回到了成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主动向公司申请了长期驻成都的职位。他告诉我，在台湾的这段时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想小婉和妈妈。以前总觉得台湾的生活节奏更适合我，但现在我反而更喜欢成都的烟火气。这件事之后，小婉对阿德的感情更深了。她说，原来真心爱一个人，就是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去年春节，阿德和小婉带着2家人一起去了九寨沟旅游。
看着两位妈妈有说有笑地走在景区的栈道上，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。这种跨越地域的亲情比我想象中要温暖得多。前几天，小婉特意来找我，说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我，她怀孕了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小婉眼眶红红地说，阿德说要给孩子取个有意义的名字，姓氏用他的，名字要用一个能代表成都的字。他说要让孩子永远记得他的根在这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也特别激动。要知道，在台湾，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都很强。阿德愿意让孩子和成都有这样的联系，足以证明他对这座城市，对小婉的家庭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。小婉怀孕后，两位妈妈的关系更亲近了。阿德妈妈特意从台湾带来很多补品，还教小婉妈妈做台湾特色的月子餐。小婉妈妈则给阿德妈妈介绍四川的坐月子习俗，两人从一开始的互相试探，到现在亲如姐妹。前几天我在春熙路偶遇他们一家人，小婉挺着6个月的肚子，阿德搀着两位妈妈，其乐融融地去吃火锅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被他们幸福的样子打动了。这让我想起了这1年来遇到的其他跨地域婚恋的案例。确实，两岸的婚恋文化有差异，但这些差异并不是不能跨越的鸿沟，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敞开心扉，去理解和包容对方的文化。就像阿德和小婉，他们用行动证明，真诚的爱情可以超越地域的界限，可以融合不同的文化习俗，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模式。现在的他们就住在成都的青羊区，过着充实而温馨的生活。阿德依然保持着台湾人特有的礼貌和温和，但也学会了很多成都人的生活方式。小婉也在阿德的影响下变得更加独立自信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们并没有因为文化差异而改变各自的本质，反而在彼此的影响下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这不正是婚姻最美好的状态吗？作为一名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阿德和小婉的故事绝对是最特别的一个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与其纠结于表面的差异，不如多看看对方的真心。只要真心相爱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女孩子问我，和台湾男生谈恋爱真的可以吗？会不会有太多文化差异？我就会给他们讲阿德和小婉的故事。其实，在爱情面前，什么台湾人、大陆人的标签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，是否能够互相理解包容。期待着小婉的宝宝降生，我相信这个孩子会在2种文化的浸润下，成长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人。这或许就是跨地域婚恋最美好的果实吧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真爱无国界，真情无区别。愿每一对有情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